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肠胃不通，肚子里面啊总是感觉坠坠的、胀胀的，甚至很长时间才能去上一次厕所啊。这类人群呢是中老年人居多。那我们说啊，肠道不通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啊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呢？肠道不通啊，里面就会产生很多啊不好的一些气体。同时呢，里面有很多的垃圾堵塞在这里，又会被我们的肠道壁啊抓到身体里面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吸收。这些有毒物质啊在身体里面就会乱窜，导致我们整个身体上面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肠道通呢？今天啊教大家一套非常厉害的经络锻炼绝活。这个动作啊可以从经络上去让我们的肠道啊疏通起来，肠胃啊呼呼的蠕动。坚持练一段时间以后啊，你会发现啊整个身体的状态啊都明显的有所改变啊。好，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这套动作怎么去做。咱们做动作之前呢，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耐用实用，非常的结实。不仅啊可以用它疏通我们整个身上的经络，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第一个动作啊，承气拍腹法，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科学，能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肠道的一个蠕动。很多人做完以后的反馈啊，就是想往厕所里面跑。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好，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动作是把我们的肌腹以及吐气啊，以及还有一个小腹往内收，是3个点啊做在一起了。你看，往下击打的一瞬间，吐气啊，慢动作，小腹内收，2、3。好，来，我们一般啊不是用嘴巴，是用鼻子啊来看。拍打不要很用劲，从上到下顺序不要搞反。从上到下我们做一个9次，做完以后啊，很多人他这个肠胃啊就开始蠕动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我们在往外啊擤气的同时啊，其实是给我们的这个整个腹腔啊增加了一个负压，再加上我们拍子向内的一个挥动，更加主动性的促进了我们肠道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蠕动啊，所以做完了以后啊，你这个肠道啊就开始加速蠕动，然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想往厕所跑的感觉。很多人肠道不通啊，就是靠着这个动作，每天去进行一个拍打，然后慢慢的肠道通了，整个人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啊，大家每天从上到下啊算1次，每天做上一个9次，大概耗时啊3分钟到5分钟啊，非常的好。说完了第一个动作，咱们来说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通过我们的足三里啊，去调理我们整个的一个脾胃系统，肚腹3里流啊，肠胃上面的问题啊，咱们记住找足三里。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啊，小腿啊一定要去踮起来啊，在踮的时候，我们的拍子啊去给我们的足三里啊，就是膝盖下方拍子比较大，而且有一定的柔韧性，渗透力也很强。我们只要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啊，小步健脾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我们整个肠胃的一个消化啊。同时呢，加上我们拍子啊，对于我们足三里的进行一个敲打，它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我们整个肠道。好，这个动作大家看好啊，做的时候啊，频率是和拍子啊是融为一体的啊，你千万不能乱啊，对吧？这个拍子啊是根据我们的步伐走的，比如步伐慢，我们拍子啊就拍得慢；步伐如果颠得快啊，我们拍子啊就拍得快一点。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小腹啊要往内收啊，轻轻俯身。啊，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好。我们每天把这个动作啊去做上一个2到3分钟啊，中间可以休息一小会儿啊，如果累了就休息一小会儿。做完以后啊，整个人啊状态都会非常舒服。第3个动作呢是去击打我们整个肠道远处的一个反射区，在哪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手腕啊。为什么选择手腕呢？因为手腕啊，它同时我们大小肠经啊在这里经过，而且呢它面比较窄，所以选择这里呢，它对于我们整个肠道刺激啊是非常的好。动作具体怎么做呢？它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的拍子啊比较的大，所以呢，在轻轻击打以后啊，其震荡的力啊就会把我们的手腕这一圈啊经络啊给它疏通开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拍打啊，记住是什么呢？我们主动啊去迎击这个拍子，而不是让拍子去击打我们的手腕。你看，这是拍子击打，这是我们手的一个迎击。注意看啊，1，看2啊，这是慢动作，3、4，看了。是我们手去迎击这个拍子啊，它这样的话力度能更渗透。5、6、7啊，做快点就是这样啊，身体带着转动啊，你看我们做的时候啊，你看腰腹收紧，身体带着转动啊，手臂啊，你甚至可以做什么呢？微微的往上抬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去锻炼我们的一个腰腹，同时去通过远端的点去疏通我们的肠道就这样去练手臂可以微微抬高如果有的朋友呢，他感觉肩膀抬高不舒服那他就可以这样了，把手往下放一点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个核心是什么呢？通过我们的转动转动把手臂你看带过来，打在我们的拍子上这里注意我们这个力是我们的主动出击，而不是让我们的拍子去敲打这样去做，大家可以试一下，非常的舒服而且很多人去敲，一般来说150下以内他就会有感觉，敲完了以后就想去上厕所去疏通我们的肠道，这个点是非常的神奇。但是呢，你用手去拍打不出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手它没有这个渗透的力它拍红了它都不一定能出来，它必须要用拍子它这个力量非常的渗透，而且呢，这个拍子有一定的震荡力所以呢，它能更好的去疏通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经络。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能让你的肠道越来越疏通，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运动的元素，能帮助你更好的强身健体，改善我们的一些心肺功能。这个视频我会加入在我们的合集当中，如果你选择了2把的这样的一个经络拍，就可以在合集当中跟着我一起去练，一起去锻炼我们的身体，让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经络变得越来越通畅。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是非常好找，非常好记，同时对于咱们生活当中帮助非常之大。那这个穴位的名字就叫做商阳穴位于咱们食指的顶端。首先我们刺激它以后它可以去促进咱们肠胃的蠕动帮助我们排便。也就是说，当你有便秘或者大便困难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刺激它。第二个呢，当我们有这个咽喉肿痛包括我们扁桃体发炎、有咽炎的时候咱们去刺激它的时候，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缓解我们喉咙上面的一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穴位它可以很好的去增强咱们的一个肺气，所以说这个穴位它是无时无刻的用于生活。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穴位记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穴位怎么找。怎么做？那首先这个穴位我给大家画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穴位其实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指甲下方偏向我们拇指这一侧咱们呢去做的时候怎么去做咱们要拿我们的这个指甲去给它这里进行一个掐揉掐揉记住了，是我们要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我们要掐进去可以看一下掐进去，然后保持一会儿。微微的可以揉动，力量一定要渗透进去，再松再掐进去保持一会儿，微微的揉动，再松。那我们自己做的话是怎么做呢？自己做的话就是用大拇指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拇指掐进去这个力度一定要感觉到有一些微微的酸，微微的疼力度一定要渗透进去。你看是用这个咱们大拇指的这个前端，看到没有？这个前端这个前端，你看点进去看一下。点进去以后，你看我大拇指开始用力了，然后你看这个微微的动作微微的摇晃摇晃点进去摇晃摇晃松点进去摇晃摇晃松。看，大家可以看我这根筋我筋跳出来的时候，证明我在发力。看，点进去摇晃摇晃松，看到没有？点进去摇晃摇晃松，就是这样，非常的简单。当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排便困难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穴位给它掐一掐，揉一揉。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视频是什么呢？当我们排便困难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把手卡在咱们的这个手腕上进行一个搓揉搓揉，也可以去卡住它，摇晃手腕这2个方法都是可以结合起来一起用，都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缓解便秘一般正常做完以后体质敏感的人可能2分钟到3分钟就开始有感觉了，体质不敏感的人可能做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说左手做完没有效果的话，咱们再把右手再做一做。咽喉肿痛的人咱们把这个位置每天去掐一下，就200到300下左右，就是这样去按压，压住揉一揉压住揉一揉。最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手部的皮肤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连续去做的话，对皮肤的刺激非常大，可能会出茧，可能也会起泡。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连续做，一般正常我们做一次休息个2天再继续做。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有需要的人，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出宿便改善便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是由
世卫组织提供，就是说每天我们只要走1万步，就可以充分的刺激肠道的蠕动改善我们便秘的情况改善我们整体的健康。那么为什么走路对肠胃能带来这么大的益处呢？这源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力学原理。当我们走路时，一只脚沉地的时候，另一只脚会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那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身体内部的一块肌肉叫做腹横肌会充分的收缩，保证我们的负压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的脊椎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也就是这么一瞬间，它的这个里面的收缩压就会对我们的肠道起到一定的刺激。那么同样的手法揉腹保健操我们之前讲过的，也是基于这样的原理。但是1万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有时候不太现实，走路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原理把它充分的改进一下，就可以起到快速的效果。那么我们来试一下。首先先讲一下我们的手法。我们的手法呢，2只手分别放在肚脐两方，我的肚脐在中间，我把它放在两方。那么我们的右手呢是顺着我们的肠道组织往上推，左手往下推推的时候千万不要直上直下的推要做一个旋转样旋转样。大家看一下这个旋转样螺旋样的一个推法。那么在推的时候呢，它是充分的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肠道，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去利用走路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尽量增加我们单腿支撑的时间，充分的利用肌肉去刺激咱们的肠道。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做。抬腿，对，左右抬腿，然后抬腿的时候，我们的手注意我的手，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右手一定要往上推，左手要往下，它的弧度一定是有讲究的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做就没什么效果了这个弧度很有讲究，知道吧？因为它要顺着我们的肠道的方向去做。好，来做，走，抬腿做就可以了非常轻松。我们每天做3到5分钟，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效果会立马的显现就这样去做。做完以后，小腹会发热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势，手势一定要是螺旋性的一个推法，按压的力度中等就可以了，不用太用劲很舒服的这种感觉。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在哪里都可以做，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以及一些肠胃比较弱的人。它既能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脏泵血或者血液循环都能得到改善。同时呢，它主要的功效还是针对于咱们便秘这个排出宿便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你做完以后，一般正常情况下的话是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会见效了。很多人，有的人做完他比较敏感，做完以后他就立马就会放屁，立马就有效果，这也是有的。也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做完以后可能要2天到3天到甚至4天才有效果，这也是有的。那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做，因为它的这个动作的所有原理都符合了咱们人体的一个力学，以及根据我们人体的解剖学去设定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只要去坚持，那么它的效果一定是挺好的很可观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方法也是得到验证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那我是 David，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你们。好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神奇的拍腰法。那这个拍腰法它有以下几个功效。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腰部的疼痛，腰部疼了咱们就拍一拍。第二个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第三个它可以刺激咱们肠胃的一个蠕动，改善我们这个肠子有胀气胃部有胀气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方法它最大的效果是什么？就立竿见影做完了以后会非常的舒服。有些人说做完了以后他会出了一身汗，整个身体感觉寒湿之气都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方法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做，看看效果究竟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双手很自然的放在咱们的身体两侧大家可以看一下。放在身体两侧以后我们注意这个手手的形状很重要咱们这个手呢，要处于一个空心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咱们再进行一个敲打敲拍。注意看细节2。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呢？咱们拍的时候这个手注意看是手腕的一个发力手腕的一个发力。这2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我们是
实心的啊，拳头去敲的话，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啊，而且会比较疼。第二个呢，如果是我们掌是平面去敲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打起来是噗噗的啊那种声音，也会比较疼，不会有效果。我们再试一下空心的，注意把手腕这样啊摆动起来，我们试一下，看有没有发现声音立马不同呢？它这样去敲啊，会给我们内部的内脏以及我们的后背啊带来足量的一个震动。这种震动呢，它可以去促进啊咱们的这个经脉气血的一个运行，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腹部的赘肉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先做一下啊，来1、2、3、4、5、6、7、10、11、12，好，侧面做一下。注意看手啊，就这样，咱们啊每天进行一个200下到300下的敲打。敲完以后啊，你身上可能会出汗，但是啊，敲完以后你会感觉整个这一块啊，我手指的这一块，包括我们的腰部啊，都会非常的舒服。这个方法啊，在中医当中啊，咱们也叫做敲带脉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腹部的赘肉啊，它也是有这个功效的。所以啊，大家没事的时候敲一敲。按照我的方法试一试，跟着我一起做一做，看看效果啊究竟怎么样。一般来说，50下到60下左右，只要你的手法啊到位啊，咱们这个手法到位以后啊，它这个效果啊会来得更快啊，50下到60下就会有明显的啊这个腰部轻松的感觉。如果你腰不舒服，如果你想预防腰肌劳损啊，如果你想去改善肠胃，咱们不妨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拍一拍。这里有一个禁忌啊，咱们吃完饭以后啊，最好是1个小时以后做。什么时间做比较好呢？这个呢就根据大家的时间而定。我认为啊，挑选时间做啊，不如坚持2个字，坚持最重要。好，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分享一个有用的养生小视频。好，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现在啊，肠胃上面有问题的人非常的多。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腹部，比如说腹泻啊、便秘、吸收不好、消化不好，然后胃啊还经常的痛。其实肠胃上面的功能啊，和我们的健康啊是息息相关的。当你的肠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啊，你整个人的吸收系统啊就出了问题，吸收不好，吃的东西啊也等于白吃。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去调节咱们的肠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啊。那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3个穴位啊。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咱们的足三里。足三里怎么去找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外膝眼啊，就这儿一个窝，对吧？这里啊，咱们往下4横指。4横指这个小拇指这个位置啊，就是大概是咱们的一个足三里。然后呢，这个足三里啊，往下再来4横指，这个位置啊是咱们的一个上巨虚穴啊。这个穴位啊，再往下4横指啊，就是咱们的下巨虚穴。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哪里呢？就是在这条线上面啊，我们要去做一个推揉啊，用手啊从上往下去推。把这3个穴位啊给它疏通了，它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咱们改善肠胃上面的功能。如果说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拉肚子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排便困难啊，咱们就可以这样去按。再或者说你这个人啊非常的瘦啊，消化吸收功能非常差，整个人啊精力也差，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穴位啊去进行改善。咱们每天啊就可以这样去按一按。那按的手法呢，咱们怎么去做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咱们要弯腰啊，然后在我们刚刚画的这个位置啊，咱们按进去以后往下去推揉啊，你看按进去以后往下去推揉。在推揉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的酸的啊，非常的胀。我们推的时候啊，可以上一点这个润肤的东西，比如油啊，比如这个润肤膏啊，都可以啊。咱们就在这个穴位上面，从上按下去后往下去推，推到哪呢？推到刚刚我们画的最下的一个点啊，下巨虚穴这个位置啊。咱们2只手一起去推。每天啊没事的时候啊，记住了，一定要弯腰去推啊。咱们弯腰坐着就去推一推，它对于咱们肠胃功能这种失调啊、改善啊、肠胃有问题啊，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推起来的时候啊，也是非常舒服的啊，不会有这种明显的不适感。如果说你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酸、非常胀、非常的疼，那么一定要多做一做。
多做一做就好了啊。咱们2只腿啊都要做，一般一只腿我们推一个50下到80下左右啊。推完以后再换另一条腿，也是一样。咱们这个膝眼啊，找一下啊，你看这个外膝眼啊，咱们找一下4指的位置啊，然后再大概推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了啊。咱们就这样去推，大概的位置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方法啊，它是非常简单的啊，但是咱们注意按的时候一定要按进去，按到这个皮肤里面啊，往下去推啊，千万不要去推皮表，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咱们推啊，要推实在了，推下去每一下的感觉啊，就像在这个皮肤里面啊，更深层啊，都有这种酸酸的感觉啊，是非常舒服的。咱们就这样去推一推，推完以后啊，这个肌肉啊会变得柔软，你再去摸摸这个皮肤啊，都会很软啊，微微发热的感觉，这就对了。这个方法啊，大家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有效的去帮助我们去调节咱们的肠胃功能。如果你是身体比较瘦弱的，一定要多推一推；吸收功能差的也要多推一推啊。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养生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身体上面的小毛病啊。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朋友啊，肠胃不太好，小腹啊经常感觉发寒发凉，吃一些冷的东西啊，就是受不了刺激啊，立马就要往厕所去跑。咱们说啊，这些问题啊，其实都归一条线管，是哪条线呢？就是我们肚子上面一条神奇的线。我给大家看一下，是从我们的神阙到我们脐下4指的关元啊，就是这条线。这条线啊非常的厉害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温暖我们整个小腹。如果说你肠胃不好，今天这个视频啊把它收藏下来，然后每天啊跟着啊练上一小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肠胃啊慢慢就好了。而且单次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小腹里面啊就像升起了一个小太阳一样，热热的、暖暖的，非常的舒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我呢先站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把镜头靠近一点，然后呢我们站姿啊，把我们的小腹啊往内收，大拇指啊贴着啊中间指着我们的肚脐，下方呢就手指在正好我们的关元，大约在我们的食指这个位置啊，我们就这样摆好。然后你看，我们去做一个捏合往回捏合的动作。捏小腹往内收啊，看1收到底，2到上面的时候啊停个1到2秒，3、4，配合吐气就是啊，往上捏的时候收小腹吐气。这个动作啊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天啊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就可以了。但是啊，一定要掌握其中的一些细节。比方说，我们在捏住往上提的时候啊，一定要小腹内收。同时呢，如果说条件允许啊，你已经能掌握到小腹内收的这个精髓啊，你就配合吐气，看，往上提，捏住，吐气，然后停留大概在1到2秒啊，再慢慢的啊把手松开来。整个过程当中，手只要是捏合着，小腹都要收。手张开以后啊，小腹放松，再收，再放松啊！你要遵循一个什么呢？你的所有的动作要跟着我们手掌啊去配合，同时呼吸也是配合。手掌啊是发号施令的，比如说啊这个捏啊你就收小腹吐气啊，手掌一放松啊你就放松。这样的话，掌握好这个节奏以后，一般你去做一个20个以后，小腹当中一定要有一种温温的啊生阳的感觉，甚至啊里面有一种发力感、发紧的感觉。这样的话，你的动作就做到位了。只有动作做到位，咱们这个动作啊才能达到一个预期的一个效果。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因为里面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帮助到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点一波关注，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